呢一次旅行嘅目的地係仙台。揀仙台咧，其實係有3個原因嘅。第一係繼天橋立之後咧，收集日本三景嘅第二景松島，之後就係開箱星野集團旗下界系列最新嘅溫泉旅館秋保溫泉，最後就係今一集嘅 vlog 嘅重點仙台牛脷。雖然呢，我淨係得3日嘅時間喺仙台，但係呢，我都食咗6間人氣嘅牛脷餐廳，將佢哋結集成為呢一條牛脷紀錄片。如果你有其他好嘅牛脷餐廳推介，拜託你喺影片下面留個言，夠一定數量嘅話，我唔排除會拍第2集牛脷紀錄片。大家好，我係老華僑 CF。開始之前，可唔可以俾我少少動力，訂閱呢一個頻道，喺條片下面留個言，俾個 like，再將條片分享出去。我係由東京搭新幹線去仙台，去酒店攞埋房之後，啱好係下晝6點鐘，開始有啲肚餓。所以咧，第一餐就直接去仙台站附近行7分鐘就會到嘅炭燒牛舌東山，Tabelog 評分有3.67，裏面嘅裝修咧都係行嗰隻日式正常嘅路線啦，乾淨企理，但唔算特別。不過都唔緊要啦，主角係牛脷，唔係裝修。做 research 嘅時候咧，知道佢哋有2道招牌菜，分別係清湯燉牛脷同埋山葵牛脷。不過呢個胃容量有限啊！正當我喺度諗緊要放棄邊一道菜嘅時候呢，我眼尾見到牆上面寫住仙台本店限定東山套餐，有齊晒呢2樣餸之外，仲加多2片炭燒牛脷、牛脷生薑煮同埋山藥泥。呢一個大概4000 yen 嘅套餐呢，簡直係為咗有選擇困難症嘅人而設計嘅。第一道上台嘅係清湯燉牛脷，佢呢就話燉咗8個鐘，果然筷子一篤落去係好容易將牛脷分開，而食落去嗰種腍嘅質感呢，就好似食緊燉牛面合肉咁樣，仲食到一絲絲嘅肉嘅纖維。而個湯呢係滿滿嘅牛香味，再加上大量我好中意嘅蔥花，呢一餐開始得非常之好。跟住呢就到山葵牛脷啦，佢只係將表面輕輕咁樣烤過，中間呢仲有少少生。啲山葵呢就唔會搶走啲牛脷嘅香味嘅，反而呢令到牛脷更加清爽，配埋隔離嗰個酸酸啲嘅汁，好醒胃。主角出場啦！東山供應嘅呢係熟成咗3日嘅厚切牛脷，咬落去嘅時候呢個肉味呢特別香濃嘅，而口感呢就真係好彈牙喎，有啲似呢食緊港式手打魚蛋嘅感覺。記住啊，呢一個套餐呢係喺仙台本店先有嘅，我呢就食得非常之滿意啦。作為呢一個旅程嘅第一餐，佢暫時排第1都好合理啊！你冇睇錯啊！我真係一晚食咗2餐牛脷。返酒店嘅途中路過咗善治郎仙台站前本店，而咁啱呢，我又未食過呢一間喺 Tabelog 有3.61分嘅名店。不過又咁講，我唔會太過放肆去挑戰我腸胃嘅底線嘅，所以呢，我揀咗佢最細份量嘅3片真宗牛脷定食，稅後3850 yen。所謂真宗呢，就係指成條牛脷最中間嗰一段。理論上呢，佢係最彈牙、最多肉汁嘅位嚟嘅。嗱，我真係冇講大話㗎，我真係淨係叫咗3片牛脷嘅咋。但係呢，佢會將每片牛脷再切成3小塊，所以望落去成碟都係牛脷，澎湃嘅程度呢係有啲嚇人嘅。當時我只係對住我個肚講：你撐住啊！善治郎嘅牛脷呢，比頭先嗰間東山再厚啲啲。表面呢都燒到係金黃色，有少少焦香，炭燒嘅功力係一流嘅，咬落去同樣都好彈牙。味道方面呢，佢就比東山重手咗少少嘅，係屬於偏鹹嗰一類啦，好啱送白飯嘅。不過如果硬係要俾排名嘅話呢，雖然善治郎嘅牛脷真係好食，但東山嗰個套餐又豐富又有驚喜，所以暫時善治郎就要屈居第2。喺仙台嘅第2日，我去咗松島玩完1日，晚餐又係牛脷時間。今晚第1間食嘅呢係紫味太座 ，Tabelog 評分有3.63分。喺附近仲有一間個名好似嘅，叫味太座元祖。個古仔簡單嚟講呢，就係牛舌之父啊，佐野啟四郎嘅大仔鬥女婿，係一個招牌2個繼承人嘅老土故事。2間嘅運作模式咧，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。餐牌非常簡單，主打嘅咧係好基本款嘅炭燒牛脷。一入鋪頭，成個視線咧都俾咗櫃台上面呢一座牛脷山吸引住。
每一塊嘅大細切得好均勻，好有秩序咁樣咧排成一座山。基本上佢係同你講緊，你唔係唔食我啊嘛？我叫咗基本款3片6切嘅牛脷定食2400N。之前嗰兩間呢，我都冇特別提起佢哋嘅牛尾湯。不過呢，紫味太壯呢一個呢，就真係值得攞出嚟講一講啦。成嚿牛尾喺個湯入面，好有誠意。牛脷方面呢，呢一度係我今次行程食過切得最薄嘅一間。咬落去呢，當然比起其他嘅餐廳呢，係冇咁彈牙噶啦。調味方面呢，亦都係啱啱好，唔會太鹹。如果你唔中意太重口味，又想食翻啲基本款、口感比較輕鬆嘅炭燒牛脷呢，紫味太作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嚟到第4間嘅牛脷名店 C， 老實講呢，食到呢一度，我對炭燒牛脷嘅熱情依然都係高漲嘅。咁但係作為一個中年人，我係都要適可而止。所以呢，我今次只係叫咗炭燒牛脷嘅單品，再加多一條牛脷嘅香腸，淺嘗一下就算啦。不過講翻啲基本資訊先 ，C 呢一間嘅牛脷定食3片6切，價錢呢係2570N， Tabelog 嘅評分係3.61分。講翻食物先啦，牛脷方面呢 C 嘅厚度大約同善治郎都係差唔多，兩邊呢同樣都燒得好均勻啦，表面呢都有少少焦脆咁啦。味道方面呢，對我嚟講係偏鹹咗少少，但係呢又未去到善治郎嗰一種重口味嘅程度，仲可以接受。睇資料呢就話佢哋係用岩手切炭嚟燒嘅，火力呢就比較猛，可以呢就將啲肉汁呢鎖得更緊。咁的確呢食落去呢係 juicy 有彈牙嘅。至於條牛脷腸呢，唔係唔好食，咁但係呢將牛脷攪碎咗做香腸之後，同普通牛肉腸食落其實分別唔算太大，所以如果你本身係想追求牛脷嗰種獨特嘅質感同埋香氣嘅話呢，係唔需要試呢一條牛脷腸嘅，係唔公平嘅，因為呢我冇叫到個 full set 定食，所以整體感覺 C 表現呢係穩穩陣陣，但係冇乜大嘅驚喜。多謝你睇到你呢一度啊，我相信你應該同我一樣都係好中意牛脷噶。嚟到行程嘅第3日呢，我繼續挑戰第5間名店角 Tabelog 評分有3.77分，係今次6間之中最高分嘅。同東山一樣，我又係被佢哋 Lunch Special Set 吸引咗，5500N 就可以一次過試到唔同做法嘅牛脷菜式，對我呢個有選擇困難症嘅人嚟講係一個福音。不過如果你只係想食基本款嘅炭燒牛脷定食嘅話呢，佢哋都有嘅，4片嘅版本2500N。Lunch set 嘅第一道菜係角煮牛脷，用筷子好容易就可以分開，肉身呢就帶少少油脂啦，有少少光澤感，鬆軟得嚟呢又唔會散喎。作為第一道菜呢係唔錯嘅開始嚟嘅。至於隔離嗰粒蒟蒻就實在太淡啦，我駕馭唔到佢啊。第二道菜係簡簡單單嘅番茄沙律，日本啲菜呢真係唔知點解特別脆特別甜嘅，加埋啲酸汁呢，個胃口即刻打開晒。跟住就係今日廚師發版嘅冷盤，我嗰日食到嘅呢係用黑胡椒調味嘅牛脷薄切，口感呢係有啲似食港式嗰啲滷水牛展啊。如果用嚟配清酒呢，應該幾啱嘅。不過呢，單獨食就稍為單調咗少少，個酸汁都唔係太幫到手。接住落嚟嘅第4道菜呢，唔係牛脷，而係仙台牛，表面呢又係輕輕咁樣炙燒過啦，中心呢仍然都見到少少粉紅色。油脂咧分佈平均，肉質柔軟，一咬咧就真係即化嘅。再加上海量嘅蔥花同埋柚子醋，呢一道菜係我呢一餐嘅 MVP。至於炭燒牛脷呢，火候係掌握得好嘅，唔韌，夠彈牙，調味適中又唔會太鹹。不過呢，可能我已經比之前嗰幾間牛脷名店呢寵壞咗啦。呢度嘅牛脷雖然好食，但就冇乜記憶點咯。唯一我記得嘅呢，就係佢嘅厚薄，每一片都唔係好平均。牛尾湯方面呢，佢都有一嚿嚿實實在在嘅牛尾喺湯裏面嘅，但係呢個湯就比較清啲。最後壓軸登場嘅係呢一碗牛尾湯粥，係我睇完個 menu 之後呢最期待嘅一道菜嚟嘅，熱辣辣啦，牛味呢濃郁啦，而且呢個湯底鮮甜，喺5月東北天氣呢仲係涼涼地嘅時候呢嚟一碗真係好正。而呢一碗牛尾湯粥呢，並唔係其他地方都容易食到㗎，所以中意食粥嘅朋友呢，呢一道菜係唔可以錯過。
返去東京之前，我決定試埋好多人都推薦嘅一仙。由於咧係星期六嘅中午嘅關係，排咗大約40分鐘我先入到去。一仙咧係一間比較新嘅牛脷名店嚟嘅，Tabelog有3.500分，位置咧係喺地下室，真係要慢慢行啊！如果唔係咧，一唔小心就真係可以錯過咗個門口噶啦。入到去咧，嗰個用餐區咧燈光比較暗，感覺有啲似地下酒吧咁樣。我咧就被安排去咗一個比較光猛少少嘅包廂位，係石屎牆工業風，再加70年代懷舊梳化，成個組合咧都有啲奇怪。既然係喺仙台最後一餐嘅牛脷呢，我決定豁出去啦，叫咗個佢哋最貴嘅真拖羅定食4950 yen。呢一碟牛脷係我呢一次行程食過最厚嘅。裏面呢仲見到有淡淡嘅粉紅色，加埋嗰個炭燒香氣，望落已經贏咗。一口咬落去，果然係我呢個 trip 入面食過最彈牙、最爽口嘅牛脷。雖然肉汁呢就冇比絲咁多，但係個質地非常之柔軟，油脂比例啱啱好。碗牛骨湯呢就係走呢個偏濃嘅派別嘅，夠味。總括嚟講呢，一仙今次呢真係交到功課啊！厚切嘅爽彈感啦，火候、肉香都做得好出色。下次有機會嘅話呢，我想試佢低一級嘅牛脷，睇下都會唔會一樣做得咁好。好啦，喺呢6間牛脷名店之中呢，呢一次我會揀一仙成為勝出者，第2、3名分別係知味太助同埋角。大家如果有其他好食嘅牛脷名店推介嘅話呢，記得喺下面留言，我睇下可唔可以做多一集牛脷特輯。呢條片就嚟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